好家伙，當兩個從來沒見過什麼大世面的美國老外，在咱們中國五一黃金週一頭扎進上海外灘，那堪稱喪屍圍城的千萬級人海裡，原本以為他們會被這陣仗嚇得精神崩潰落荒而逃，可萬萬沒想到，面對這烏泱烏泱的人群，這美國姑娘不僅沒害怕，反而看着中國武警那堪稱教科書級別的人牆分流，直接在街頭瘋狂拉踩自己的老家，大喊幹得漂亮中國！這事兒放在美國絕對永遠都不可能做到。咱就是說，這播客版印象擊碎的猝不及防啊。 Oh my god! What is that? Oh my god, that's so many people. That might be one of the pedestrian streets. What is going on? That's crazy. Oh my gosh, they're all coming this way. Okay, well, we just found all the crowds of people. That is insane. 大家好，我是小薇，歡迎大家觀看今天的節目。今天咱們節目的主角是來自美國的旅遊博主艾比和洛根。今天咱們要來沉浸式圍觀這對美國小情侶在咱們中國五一勞動節期間是怎麼被上海的繁華、美食以及那逆天級別的社會秩序給徹底硬控的。大家都知道，咱們國內的五一小長假，那各大景點的人流量簡直堪比春運現場，連咱們自己人看了都得抖三抖，恨不得躲在家裡不出門。這不，艾比和洛根這對情侶偏偏主打一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選擇了在這個時候勇闖上海北外灘的國際咖啡文化節。剛一到現場，這倆人就被眼前密密麻麻望不到頭的人頭給震撼到了。你看看這外國妹子艾比戴着個墨鏡，看着這人山人海，人都懵了，直呼既興奮又緊張。不過雖然人多，但這倆老外不僅沒退縮，反而興奮得像掉進米缸裡的老鼠。洛根背着個大相機包，看着現場多達300家的咖啡攤位和各種他見都沒見過的全自動高科技咖啡設備，直接看傻眼了，大開眼界，直呼不知道該選哪家。看看這倆沒見過世面的樣子，咱就是說，上海作為全球咖啡館數量最多的城市，這咖啡節的排面絕對是世界級的，捲的那是相當厲害。老外平時在國外喝個星巴克、Costa 就覺得挺美了，以為自己站在了咖啡鄙視鏈的頂端，結果到了咱們這兒一看，直接被咱們的花式特調給整得眼花繚亂。這不，艾比在人群中左擠右擠，終於在一個非常賽博朋克的攤位前買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杯中式特調黑芝士奶油咖啡。這搭配別說老外了，就連咱們自己人聽了都得愣一下。艾比一開始還抱着懷疑的態度，心想這黑乎乎的粉末到底是個啥黑暗料理。結果一勺奶蓋下肚，這姑娘的表情瞬間亮了，她連連感嘆這味道太獨特了，堅果風味濃郁到爆炸，甚至毫不留情地表示美國的星巴克在她面前簡直啥也不是。這波啊，直接刷新認知，老家的國民品牌就這麼被無情拋棄了。That's very good. Nothing like a Starbucks coffee. It's very different. I like that. Logan, you should try this. This is nice, yeah. Nice, refreshing. Right? It's not like super sweet. It's kind of it like... It tastes more like a food than it does a coffee. Yeah. I like it. Oh. It's rich, but not like too rich. Yeah. That is very good. Like it will. 看到沒？這就是咱們中國式創新的魅力，管你什麼歐美咖啡味，統統給你拿下。艾比喝得太開心，乾脆把剩下的半杯直接塞給了洛根，因為他那雷達一般的雙眼又盯上了下一個獵物蛋撻 Dirty。好家伙，把烤得焦黃的蛋撻液墊底，上面直接萃取注入濃縮咖啡，這創意簡直絕了。杯子上還貼着可愛的卡通貼紙，直接把情緒價值拉滿。艾比拿到手後，按照店員小姐姐那流利英文的指示，先用吸管攪拌了一下。這一口下去，艾比直接發出了哇的驚嘆聲。洛根在旁邊看着饞得不行，接過來嘗了一口後，更是忍不住瘋狂吐槽起了美國的咖啡。他說美國的風味咖啡能甜到讓你根本喝不完，而中國的咖啡口感醇厚又高級。順便，他還把咱們的本土霸主瑞幸給狠狠誇了一波。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啊！美國咖啡這回是被黑得體無完膚了。Your glasses. Oh, there's a subtle sweet behind it. Isn't there? It's not like overbearing though. I love the coffee here. Like in the United States, like if you get like a flavored coffee, it's like so sweet you can't finish it. This is like, we drink Luckin every day. These are putting Luckin to shame. Well, Luckin's a good... This is artisan. Yes. I get it. Yes. But man, if we could drink that every day... Well, I mean, this is a 40...
哈哈，瑞幸這波屬實是人在家中坐，迎從天上來，白捡一個國際廣告。洛根這小伙子覺得自己是個懂咖，非要彰顯一下自己的品味。他路過一個攤位，看到人家招牌上寫着澳大利亞烘焙冠軍，立刻覺得這才是高級貨。為了品嘗最純粹的味道，他特地點了一杯菜單上最便宜的冰美式澳式黑咖啡。結果呢，這杯承載着他高級品味的咖啡剛一入口，洛根臉上的笑容瞬間消失，直接戴上痛苦面具。他眉頭緊鎖，咂巴着嘴，吐槽這咖啡實在太酸了，簡直難以下咽。艾比在旁邊笑得花枝亂顫，瘋狂補刀。洛根甚至尷尬地自嘲，這味道還不如咱們天天喝的瑞幸呢，咱就是說装杯失敗，啪啪打臉了吧，讓你不信邪，非要喝什麼纯正黑咖啡，在咱們的花式特調面前統統不堪一擊。Not a good cup of coffee. I'm so sorry. Yeah, Luckin's a little better than that. Maybe people like sour coffee? Something's wrong about it. I would have guessed Starbucks. That's mean. I hope the company doesn't see that. 喝完了酸苦的黑咖啡，洛根感觉自己的灵魂都受到了暴击，急需一点碳水化合物和美食来抚慰受傷的心靈。兩人溜溜達達來到了一個賣意大利披薩的攤位前。洛根原本只是想買塊上面鋪滿芝士和松露的披薩墊墊肚子，結果攤主西裝大哥一頓操作猛如虎，直接告訴他：哥們，買披薩，我們免費送你葡萄酒或者啤酒。洛根一聽，眼睛都亮了，直呼大開眼界，物超所值。要知道，在他們美國，在公共場合喝酒可是有着嚴格的限制的，很多地方甚至要把酒瓶裝在牛皮紙袋裡偷偷摸摸的喝。更離譜的是，他原本以為會給個塑料杯對付一下，結果人家直接遞給他一個真正的玻璃高腳杯，裡面裝着冰鎮的乾白葡萄酒。洛根就這麼一手端着披薩，一手搖晃着高腳杯，明目張膽地在熙熙攘攘的上海集市喝了起來，滿臉寫着愜意和享受。這個畫面一出，直接把外網的網友給看破防了。網友 Dear Cos 就直接在評論區瘋狂吐槽說，他們說中國人沒有個人自由，見鬼！誰知道居然可以在公共場合自由喝酒呢？他們還聲稱中國是一個受壓迫的社會。天哪，西方媒體的一些謊言簡直太離譜了。沒錯，西方媒體天天戴着有色眼鏡，胡編亂造，完全不可信，把咱們抹黑得不成樣子，搞得很多老外以為來中國連大聲喘氣都不行。結果老外親自來一看，好家伙，不僅能在街頭端着高腳杯喝酒，這松露披薩配上乾白葡萄酒，簡直是神仙日子好嗎？這自由度，這鬆弛感，直接讓那些抹黑中國的謠言不攻自破。I'm glad we found you food that you like. I needed this. And perfect before the wine. He gave you a dry white wine. Yeah. Very nice. He's 吃飽喝足，這倆人拿着集章的手冊，繼續在集市裡像尋寶一樣閒逛。這咖啡節的規模遠超他們的想象，不僅有咖啡，還有各種美食、文創周邊，甚至還有免費送的自制波羅朗姆酒試飲。兩人在人群中穿梭，雖然因為人多有時候會走錯路，但這種熱鬧的節日氛圍讓他們樂在其中。走着走着，他們看到前面一個粉色的巨大舞台前，聚集了一大群穿着粉色頭髮、女僕裝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年輕人在那裡拍照。艾比立馬興奮地跟鏡頭解說，說這是動漫裡的人物。看着中國年輕人如此豐富多彩的業餘生活和 cosplay 文化，這兩個老外也是看得津津有味。不過接下來他們看到的一個遊樂設施才是真正的硬核狠活。在黄浦江邊立着一個巨大的粉紫色鋼鐵架子，底下是一座由成千上萬包綠色零食堆成的零食山。一個小男孩戴着鴨嘴獸頭盔，身上綁着專業的安全威亞，被機器高高吊在半空中，伴隨着周圍人的歡呼聲，小男孩像個人形抓娃娃機一樣從天而降，一把抱住成堆的薯片。洛根看到這一幕，直接在江邊笑瘋了，他直呼這是哪個天才想出來的點子，居然真的把小孩子當夾子用，而且還完美執行了。老外哪見過這種陣仗啊，在他們國家搞不好還得被什麼保護協會投訴不安全，結果在咱們這兒，大人小孩玩得不亦樂乎。這倆老外直接被咱們中國家長的帶娃黑科技給震撼到了，艾比更是連連感嘆，這簡直是今天最可愛的亮點。Look at that kid. Look at his legs. Oh my gosh, she has so many. Oh, you missed it. Oh. But this is an idea that I would like have and laugh about. Someone did it. Someone said, let's turn kids into a crane, and they executed. This is amazing. This is adorable. This is definitely the highlight of the day for me. 在北外灘逛了一下午，集齊了所有的印章，還在抽獎箱裡摸出了咖啡節專屬的冰箱貼和環保袋。這倆人終於決定離開咖啡節。
前往今天真正的大 boss 關卡——5·1期間的南京東路步行街和外灘。剛下出租車，走到外灘的觀景台上，洛根往下一看，整個人都不好了。只見南京東路上密密麻麻全是人，那場面簡直就像是螞蟻搬家一樣，幾萬人擠在一條街上，別說落腳了，連地面都看不見。這要是放在西方國家，這麼密集的人群，絕對會讓人心生恐懼，生怕發生什麼踩踏事故或者暴亂。本來以為這倆老外會被這陣仗嚇得落荒而逃，結果你猜怎麼着？當他們真正走進人群中時，不僅沒有感到一絲恐懼，反而被中國極其高效、科學的秩序管理給徹底征服了。為了防止擁擠和踩踏，咱們的武警戰士和警察在路口拉起了伸縮護欄，用堪稱藝術的拉鏈式過馬路方式引導人流和車流交替通行，一條路單向走，中間用隔離帶封死，絕不交叉。艾比看到這一幕，直接在街頭開啟了誇誇群模式，安全感瞬間拉滿。這時候，外國網友 Marinoint 也忍不住在評論區驚恐地感嘆，令人驚訝的是，即使人山人海，也沒有發生衝突、暴力或扒竊事件。這就是咱們中國的底氣，幾萬人的街道井然有序，沒有小偷，沒有暴力，大家都在文明地排隊走動。能不能安全通過，全看武警小哥的指揮。這治安水平，這管理能力，全世界都得羨慕。艾比更是激動地對着鏡頭狂喊，說這種井然有序的场面，放在美國是絕對永遠都不可能發生的。 Oh my god. What is that? Oh my god, there's so many people. That might be one of the pedestrian streets. What is going on? That's crazy. Oh my gosh, they're all coming this way. So, Big police and military presence. which makes you feel very safe, Safe. and very organized. So I'm very happy for that. Wow. 順利穿過人海，兩人終於來到了繁華的南京東路步行街。一進街區，這裡的霓虹燈、琳琅滿目的商鋪、巨大的裸眼 3D 屏幕，簡直把賽博朋克感拉到了極致。艾比在路邊買了一杯甘蔗汁，從掃碼付款到拿到飲料，花了不到5秒鐘。這逆天的移動支付速度再次讓洛根驚嘆不已，直呼太方便了。走着走着，他們發現整條街的地面居然被鋪成了亮眼的藍色，路中間不僅有巨大的屏幕在直播打乒乓球，最離譜的是，街道中央竟然停着一輛亮藍色的小米 SU7 汽車。艾比直接看傻眼了，他轉頭跟洛根感嘆說，小米這家公司簡直離譜到不敢信，從手機、相機、各種電子零配件，到現在居然連汽車都能造出來了。這科技實力，這產業鏈的完整度，直接給這兩個老外上了一課。什麼叫中國製造？這就是科技吊打歐美。 There's like tons of different electronics, so it's amazing. This is on this road. Has been Xiaomi. Yeah, and honestly, it's crazy because it's like, what don't they make? They've got cars, phones. So it looks like it's Chinese against Switzerland. No? Sweden. And it looks like the Chinese are winning. 逛了這麼久，走了這麼多路，肚子總該餓了吧？大家都知道，艾比是個嚴格的素食主義者。洛根為了遷就女朋友，特意在網上做了攻略，本想帶她去著名的老字號餐廳。結果到了地方一看，人家原址已經變成賣肉的小吃店了。洛根一臉沮喪，但艾比卻很樂觀。兩人轉戰地鐵站附近，找到了一家名叫棗子樹的高級素食餐廳。要知道，老外對素食的理解基本還停留在吃生菜沙拉，或者吃那種口感像嚼蠟一樣的人造漢堡肉上。結果咱們中國的素食大廚一出手，直接給他們上了一堂震撼心靈的美食課。什麼照燒素排骨、素鰻魚、素蟹黃炒飯，端上桌的時候，那賣相、那色澤、那香味，簡直跟真肉一模一樣。最離譜的是，那個素排骨裡面，大廚居然還用藕斷或者某種植物根茎做了一根逼真的假骨頭。艾比夾起排骨的時候，整個人都懵了，看着那根骨頭目瞪口呆。他咬了一口，濃郁的照燒醬汁在嘴裡爆開，這姑娘直接陶醉地閉上了眼睛，驚掉下巴。接着他又嘗了一口素鰻魚，發現底下居然還貼心地鋪了一層海苔來模擬魚皮的新鮮味。最後洛根嘗了一口金黃色的素蟹黃炒飯，也是直呼這口感太絕了，就像是把濃郁的生薑海鮮湯汁完美地鎖在了每一粒米飯裡。中國的素食文化那可是有幾百上千年歷史的，講究的是神形兼備，拿捏這兩個沒見過世面的老外還不是分分鐘的事，這手藝太牛掰了。 Does it have a bone? A big bone in it. Oh my god, this sauce is so good. It smells so good. That might be my favorite. Don't wait. That's so good.
Oh my god, it's so good. You have to try it here. It's like got. 虽然素食精美绝伦，非常好吃，但洛根这个无肉不欢的美国大小伙子，肚子里还是觉得缺了点油水。于是，在深夜的上海街头，他们又溜溜达达走进了一家名叫雲南小市的米線店。這時候已經是大晚上了，但在咱們中國，夜生活才剛剛開始，店裡依然坐滿了當地的食客，煙火氣十足。洛根點了一大鍋冒着熱氣的雲南小鍋米線，看着這比臉還大的銅鍋，裡面滿滿的酸菜、肉末、韭菜和紅亮的湯底，洛根咽了咽口水。不過，這老外顯然沒掌握吃超長米線的精髓，他拿着勺子和筷子，試圖把米線優雅地轉移到自己的小碗裡，結果米線太滑太長，搞得他手忙腳亂，直呼着太難了。但這些都不重要，當他把裹滿酸辣湯汁的米線吸溜進嘴裡時，那滿足的表情已經說明了一切。在深夜的異國他鄉，不用擔心走在街上被搶劫，不用擔心安全問題，還能隨時隨地走進一家小店，吃上一口熱乎乎、純手工制作的地道美食。而且這物價低到讓他們震驚，這種深夜自由覓食的體驗，絕對是他們在西方國家做夢都感受不到的。Here? This is so good. The noodles taste homemade. I think they're homemade rice noodles. Great texture. This is so good. Good. I got lucky stopping here. This is very good. I mean, we were walking past and we saw what looks like a ton of locals sitting in here. This was the last table when we walked in. So that's a good sign, right? Man. Bon appetit. Wow. 吃飽喝足，兩人走在返回法租界酒店的路上，晚風吹拂，別提多愜意了。萬萬沒想到，艾比這個老外居然在這短短幾天裡，學會了用咱們的小紅書來搜索美食攻略。他興奮地告訴鏡頭，之前完全不知道有這種神器，現在他要開始在小紅書上瘋狂做功課了。這本土化適應的也太快了吧！回想起這一天的行程，從北外灘咖啡節的狂歡與創意，到南京路步行街那震撼人心的人海奇觀與逆天秩序，從經驗味蕾的中式高級素食，到深夜撫慰人心的雲南米線，他們今天足足走了2萬多步，雖然身體精疲力盡，但滿臉都寫着幸福、滿足和不可思議。看着他們對着鏡頭真誠地說出那句謝謝中國，咱們作為中國人心裡也是滿滿的自豪感。很多老外來中國之前，腦子裡裝滿了西方媒體灌輸的偏見、謊言和刻板印象，但只要他們買一張機票，親自踏上這片土地，去感受這裡的繁華、安全、便利、美食和包容，所有的謠言都會不攻自破，刻板印象徹底被刷新，真正的中國永遠比他們想象的要精彩1萬倍。Yeah. And so I think now we're going to start searching on RedNote for restaurants. Had no idea that we could do that. Yeah. So we're going to start looking on RedNote for restaurants. So I'm excited to find new food that way. Because they don't mark a lot of vegetarian restaurants on like A-Maps or even on Happy Cow. They don't have a lot. I mean, even they just had a vegetarian menu. Wouldn't have known it until we walked in. Yeah. So maybe RedNote, we can find more vegetarian restaurants. But if you know of like some of the top vegetarian spots in the major cities in China, being like Shanghai, Chengdu, Chongqing, Xi'an, Beijing, we want to know them all. Like, tell us where to go for vegetarian food. And we will go and try them. Yes. 好了，本期節目就到這裡。如果你覺得節目做得還不錯，那請你給我的視頻點個讚支持一下吧，謝謝您的支持。